故事一：大夜班的同事。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以前在物流公司的仓库上大夜班所发生的故事。老实说，大夜班最大的优点就是没主管，没人念，很自由。缺点就是整层只剩你一个人，没人可以闲聊、打屁、聊天。那天大概是凌晨3点多，我在最里面的货物暂存区兑货。那一区灯比较暗，待久了会有一种很空、很毛的感觉。我一边对单，一边看着手表上的时间，想说再半小时就可以收工下班了，等等要不要去买个盐酥鸡吃一下。至于减肥的事情呢，那就留给明天再说吧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我背后叫我：“哎，你还没走哦？”那个声音很自然，就像同事经过顺口问的一句。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吓到，而是想笑地说：“靠，要下班就赶快滚，怎样，想赚加班费你？”结果我转过头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。我站在原地看了几秒，自己笑了一下，一定是隔壁加工区的朋友在闹我。不管了，继续点货吧，赶快点完货收一收，赶快闪人，不然又要被主管强迫加班了。结果我才低头不到1分钟，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这次离得更近：“你不是都这个时间走吗？”我整个人愣住了，因为这句话太具体了，不像是乱听到的声音。我假装镇定，继续动作，结果我低头一看，地上多了一双鞋印，而那鞋印的尺寸不是我的，而且一路延伸到走得到深处。我开始感觉毛毛的了，心跳得很快，但脑袋反而很冷静，现在只想赶快下班。之后我把手边的工作随便做一做，然后直接往运货的货梯方向走去，准备去打卡下班。我走到货梯门口，按下按钮，电梯门一开，里面已经站着一个人了。那个人是个男的，他背对我，低着头，站得很直。我犹豫了1秒之后，还是走了进去。老实说，现在这时候有个人陪，我反而比较没那么紧张了。货梯慢慢的往下，整个过程都很安静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那个男的，不过他没转身，所以没看到他是谁，而且他的背影也很陌生，不像是认识或是看过的同事。就在快到1楼的时候，站在后面的那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哎，今天比较晚哦。”我全身瞬间发冷，因为那个声音就是刚刚在仓库叫我的声音，而他说话的声音让我感觉到，此时他的脸好像就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话一样。本来想回头看的，但眼角的余光感觉好像有一张脸贴在我的侧脸看着我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千万别回头。我吓得站在原地不敢乱动，直到货梯门一开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直接冲了出去，跑出公司，连卡都忘记刷。隔天我去问了资深的同事，他脸色变了一下，只跟我说：“哎，你也碰到了哦。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听说那一区以前有个新来的同事，也是值大夜班的，但是不知是电梯操作不当，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，他被压死在电梯下面，隔天才有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之后公司就开始传出一些流言，说的内容大致上跟你一样，不过我没碰到过就是了。说完之后他便走了。我听了之后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宁愿被主管念，也打死不再一个人值大夜班了。故事2：夜间的长途客运。下面要讲的
是我以前坐长途客运要返乡过节的故事。我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高铁可以搭，长途的大众交通工具不外乎就是搭飞机、坐火车或乘坐客运了。那天我下班后，因为没抢到火车票，又不想买站票，飞机票又太贵了，所以我打电话询问了客运公司，客运公司还有车位，于是我搭乘了晚间从北部开往东部的那一班长途车。那种夜间车，有搭过的一定懂，灯光暗暗的，冷气不是偏冷就是偏热，一上车大家的共识只有一个，就是睡到目的地。上车后，搭车的人包含我，也就5个人而已。那天我真的累到不行，上车后我找了靠后的位置，安全带一扣，不到10分钟就睡死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突然醒来，不是被刹车吓醒，也不是被人讲话聊天的声音吵醒，而是被一种很怪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人在旁边盯着我看，那种奇怪的感觉给唤醒的。我第一个念头还很白痴，靠，我是不是睡到打呼太大声了？我张开眼睛看着四周，车上很安静，安静的有点不正常，不是大家在睡觉的那种静，而是几乎连车子的引擎声都听不到的那种。车内的灯光很昏暗，我拿起手机想确认一下时间，顺便找部影片来看，但手机完全没讯号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前面传来了很奇怪的声音，我好奇地看了过去，那听起来像是吸气跟吐气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就很刻意的那种。我笑着心想，哇操，呼吸不必那么用力吧，是要多吸啊。我看了一下周围，这才突然发现其他乘客都不见了，只剩下我跟右前方那排的女乘客。那奇怪的呼吸声好像就是从她那里传出来的。仔细想了想，我睡前那个位子好像是空的，也许是我睡着后中途上车的吧。我无意地看着她，那位女乘客坐得很直，头低低的，身体有点摇摇晃晃的，感觉像是在打瞌睡的样子。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心想着想睡觉就往后躺着睡啊，那样不是很舒服吗？撑得那么累干嘛？是有奖品可以拿就对了。这时的窗户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车内的倒影，我在玻璃里看到那个女的抬起头，慢慢地转了过来，不是整个身体，而是只有头转过来。我立刻闭上眼睛装睡，心想，靠，她该不会是在往我这边看吧？刚刚的笑声不会被她听到了吧？毕竟人家是个女的，害我心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。过了没多久，公车开始减速，刹车后停了下来，车内的灯全部亮了，一声气压声后，车门也跟着打开，好像有乘客要下车了。我想确认一下，那女的还有没有在看我。我慢慢地张开眼睛一看，车上只剩下我跟司机大哥，刚刚那女的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我忍不住问，哎，司机大哥，刚刚车上的人下车了吗？司机大哥一脸沉默，没有回答，他只是透过照后镜看了我一眼。但奇怪的是，我怎么感觉他看照后镜的角度好像不是在看我，反而像是在看刚刚那女的所坐的位子。没过多久，车子便继续出发了，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一段时间。终于到了目的地，我起身伸伸懒腰，走向车门口要下车。这时司机大哥突然叫住了我，跟我说，帅哥，以后搭这种夜车最好不要坐最后面，因为有些班次跟有些位子不是给人坐的。
故事3：岔路口。接下来要讲的是我高2那时候所发生的故事。那天大概是凌晨1点多了，我在家里上网玩最近刚出的线上游戏，因为玩得太入迷了，所以都忘了吃饭。于是我走到厨房看了一下，虽然家里有煮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很想吃点炸的，不吃点炸的会不甘愿的那种。我家距离卖炸的地方有点远，骑车大概要10多分钟左右吧。我有点懒得出门，加上怕老妈会骂人，我犹豫了几分钟左右，最后还是输给了自己的肚子。我穿起外套，偷拿了钥匙，骑车出门去买咸酥鸡。那家咸酥鸡摊我很熟，老板看到我都知道我要点什么，1份鸡排，1份鱿鱼，1份盐酥鸡，大辣，再1杯大冰红。我家是那种盖在农田间的房子，所以骑出去的时候一路上都超安静的，四周都是稻田跟几盏要亮不亮的路灯而已。当我快经过一个田边的3岔路口时，看到了道路旁边有一个女生蹲在那里。我第一个念头是，这么晚了她在干嘛？但老实说我并不想多管闲事，也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，毕竟现在的怪人很多，半夜不睡觉的也不是只有我一个。于是我没有理会他，就直接骑过去了。买完咸酥鸡后回家的路上，快到刚刚那个岔路口时，远远的我又看到了那个女生。这次她是站着的，她低着头，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我心想，哎，她是一直站在这边吗？我放慢速度，好奇地看着。就在我要骑过去的时候，她突然对我挥了挥手，不是那种哎等一下的挥，是很慢很僵的那种。四周很黑，又都是稻田，我当下其实有点慌，但又觉得要停吗？会不会是真的需要帮忙，或是只是要问路而已？最后我还是停了下来，一眼看过去，她微微低着头，长发而且湿湿的，视线也很暗，看不清楚她的脸，衣服也脏脏的，都是泥巴，就好像刚刚掉进田里，从田里爬出来的一样。我惊讶地问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她低着头说，你刚刚有经过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心里一惊，但还是回她一句，对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她慢慢抬头看了一下我，又说了一句，我的东西不见了，可以帮我一起找一下吗？虽然觉得有点麻烦，但我想说，她一个女孩子，这个时间点又那么晚了，还是帮忙一下好了。我笑笑地回说，你的什么东西不见了？跟我说一下，这里很暗，也没有灯，你站远一点，我用车灯帮你照一下。如果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像是证件之类的，看要不要先去报警，后续也比较好处理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低着头继续寻找。我也很无奈的用手机的灯光帮他在四周到处看看。我心想着，要找什么也不讲，谁知道你要找什么东西。后来不知道找了多久，我在稻田的水沟旁发现了一个反光的东西，我跳了下去捡起来，用水沟的水冲洗后一看，是一个银色的发夹，要不是刚好有反光，根本发现不了这东西。我边喊边从水沟往上爬，哎，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你在找的东西吗？他往我这走了过来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，他走路没有脚步声，柏油路很安静，连一丁点摩擦或是脚踩的声音都没有。我想着，正常人走路一定有声音啊。我半趴的姿势在水沟上往他脚的方向一看，他怎么好像
没有脚，是我看错了吗？我难以置信的用手机的灯光往他的脚一照，我什么话都没有再说，吓得立刻爬上来。那个发夹我随手一丢，立刻发动机车飞奔回家。一路上也不敢再往后看，或是看后照镜，因为我很害怕再看到他。我很确定，刚刚碰到的绝对不是人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